50岁生日，我砸了老公最爱的收藏。一个女人的复仇，从不再当免费台佣开始。镜子里，我穿着沾满油污的围裙，小腹阵阵绞痛，而我的丈夫却在客厅大声催促：快一点！我阿姆的药酒买回来了没？高雄的早晨，湿黏的空气像一块厚布裹住皮肤。林淑芬在50岁生日这天醒来时，小腹熟悉的绞痛已经像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她的内脏，冷汗从额角滑下，浸湿了印着褪色牡丹花的枕巾。她蜷缩在双人床上，怀里紧紧搂着热水袋，薄薄的夏季凉被下，身体因疼痛微微发抖。身旁的位置是空的，丈夫陈文雄已经起床，浴室传来哗啦啦的水声。淑芬艰难地转头看向床头柜上的电子钟，早上7点03分，50岁了。这个念头轻飘飘掠过，很快被更具体的痛苦淹没。这个月的生理期似乎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难熬。几年前开始，每次经期都像一场劫难，腹痛、腰酸、胃冷，有时甚至恶心头晕。去小诊所看过，医生只说更年期前兆，荷尔蒙失调，开了些止痛药和四物汤，嘱咐多休息。可在这个家，多休息是奢侈的词语。浴室水声停了，陈文雄走出来，身上带着廉价的沐浴乳气味。他看也没看床上的淑芬，径自拉开衣柜，挑选衬衫。淑芬，她背对着他开口，声音是一贯的、不容置疑的通知口吻。中午，我公司科长和几个同事要来家里做，你准备一下，弄几道像样的菜。科长很喜欢吃台菜，你知道的，就是那种有面子、够地道的。淑芬张了张嘴，喉咙干涩。文雄，我今天身体很不舒服，肚子痛得很厉害。我们能不能去外面餐厅吃？我请你科长他们去港园吃牛肉面也好啊。陈文雄扣扣子的手停了一下，转过身，眉头已经拧了起来。不舒服，每个月都来，还没习惯。餐厅多贵，你知不知道？而且我都跟科长夸口了，说我太太手艺比国宾饭店的师傅还好。你现在让我改口，我面子往哪里摆？又是面子。淑芬闭上眼，小腹又一阵抽紧。可是我真的，他试图坐起来，眼前却一阵发黑，又跌回枕头上。好了啦，陈文雄不耐烦地挥手，走过来，一把扯开他身上的凉被，顺手把热水袋拨到一边。快点起来准备，市场现在去还来得及买新鲜的。11点半他们就要到了，你不要耽误时间。冷气从窗外渗入，淑芬打了个寒战。她看着丈夫套上西装外套，对着镜子整理头发，脸上是即将招待上司的，混杂着紧张与谄媚的表情。从头到尾，她没有问一句你哪里痛，没有碰一下她的额头，更没有去看她惨白的脸色，好像她的痛苦只是背景里一点微不足道的杂音，需要被立刻清除，以免影响她表演的完美。冰箱里好像还有上次买的乌鱼子没吃完，淑芬的声音虚弱地飘在冷空气里，要不要先拿出来退冰？那种东西怎么够看？陈文雄打断他，去买新鲜的东港来的樱花虾，现捞的石斑鱼，还有万峦猪脚，你去市场挑好的买钱，我先给你。他从皮夹里抽出几张1000元钞，放在梳妆台上，动作快一点。说完，他拿起公文包，转身走出卧室，脚步声在客厅停留片刻，大概是检查茶几上有没有灰尘，随即大门开了又关，房子里彻底安静下来。只有小腹深处那绞肉机一般的疼痛还在持续顽固地宣告它的存在。淑芬躺了很久，久到电子钟的数字跳到了8点整。她终于咬着牙，一点一点挪下床，脚踩在地板上时虚浮无力，像踩在棉花上。她扶着墙壁，慢慢挪到浴室，镜子里映出一张女人的脸，50岁，眼角的皱纹细密如网，眼皮有些浮肿，脸色是缺乏血色的苍白，嘴唇干裂，长期操劳的家务活让她的手关节略
略显粗大，皮肤也粗糙了。曾几何时，她也是百货公司化妆品专柜前会仔细试用口红色号的年轻女孩。她用冷水拍脸，试图让自己清醒些。不能倒了没人会扶你起来。这个念头支撑着她换下睡衣，穿上简单的 T 恤和长裤，拿起梳妆台上的钱，又抓了一个环保袋，慢慢走出家门。电梯下降时，失重感让他一阵恶心，他死死抓住扶手。公寓外的阳光白晃晃的，刺得人眼睛发痛。菜市场不远，但走路也要10来分钟。每走一步，小腹就坠痛一下，冷汗不断从后背渗出，粘着衣服。他走得很慢，像个蹒跚的老人。市场里人声鼎沸，充斥着鱼腥味、肉臊味、蔬菜的土腥味和各种熟食的香气。往常淑芬能熟练地穿梭其间，跟熟悉的摊贩杀价闲聊。今天这些声音和气味却让她头晕目眩。陈太太，今天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卖鱼的阿海嫂招呼道。有点不舒服。淑芬勉强笑笑。阿海嫂，今天石斑鲜不鲜？给我挑一条1斤多点的清蒸。鲜啦，早上刚送来的。阿海嫂利落的捞鱼称重宰杀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有很好的胭脂虾，要不要做3杯或者白灼都赞。淑芬看着那些活蹦乱跳、颜色鲜红的虾，胃里一阵翻搅。她想起陈文雄说的要有面子，点了点头。那也来1斤吧。买完鱼虾，他又去熟食摊买了万峦猪脚，去干货店挑了上等的樱花虾和干贝，去蔬菜摊买了炒 A 菜，煮汤的蛤蜊和姜丝，环保袋越来越重，勒得他手指发白，肩膀酸痛，身体的疼痛和手里的重量交织在一起，让他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。回到家已经快10点了。厨房像一个闷热的牢笼，他甚至来不及喝口水，就系上围裙开始忙碌。处理鱼虾的腥味让他几欲作呕，打开水龙头，用冷水不断冲洗脸颊，才勉强压下。炖汤、洗菜、切姜丝蒜末，调配3杯酱料，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都因为身体的极度不适而被放大成一种折磨。额头的冷汗不断滴下，他找来一条旧毛巾绑在头上，像个滑稽又可怜的苦力。糖醋排骨的甜腻气味，3杯虾的9层塔香，清蒸石斑的酱油味，猪脚的卤香，各种味道混合在狭小的厨房里，原本应该让人食指大动的香气，此刻却闷得他喘不过气。他打开抽油烟机，巨大的轰鸣声盖过了他沉重的喘息。这就是第一个无理要求，在他那比天还大的面子面前，他的健康，他的痛苦必须无条件让路。它必须是一部设定好程序、永不故障的机器，随时准备好为他的社交需求提供完美服务。11点15分，最后一道蛤蜊姜丝汤上桌，整整8菜1汤，铺满了那张不大的折叠圆桌，色香味俱全，堪称一场小型的台菜宴席。淑芬几乎虚脱，她靠在厨房冰冷的瓷砖墙面上，小腹的坠痛达到新的高峰，眼前阵阵发黑。她费力地解开围裙，里面那件浅灰色 T 恤的后背已经湿透了一大片。11点半，门铃准时响起。陈文雄热情地刻意提高音调的声音在门口响起：“科长，欢迎欢迎，请进请进，小心门槛哦。”淑芬深吸一口气，用毛巾最后擦了一把脸上的汗和油污，挤出一个练习过的温顺的笑容，迎了出去。进来的是3个人，除了陈文雄，还有一个微微发福、梳着油头的中年男人，应该就是科长，以及一个比较年轻的男同事王科长。这就是我内人淑芬。陈文雄介绍道，语气里带着一种展示所有品的自豪。淑芬快跟科长问好：“王科长好，欢迎来家里坐。”淑芬微微鞠躬。王科长那双精明的小眼睛上下打量了淑芬一番，尤其在看到她汗湿的鬓角和略显凌乱的头发时，停留了一瞬，随即笑道：“陈太太辛苦啦。”
做这一大桌真是不简单，文雄啊，你好福气哦，娶到这么贤惠的太太，哪里，课长过奖了，他就是会做点家常菜而已。陈文雄嘴上谦虚，脸上的得意却藏不住，他催促着客人入座，亲自开了一瓶他从柜子里拿出来的，据说不错的金门高粱。淑芬像个隐形人一样为他们摆好碗筷，斟茶倒酒，然后被陈文雄一个眼神示意，安静地坐在了桌子的最末位，离主菜最远的地方。男人们开始吃喝，高谈阔论，话题从公司业务、经济不景气慢慢转到政治八卦、高尔夫球杆。王科长显然对菜色很满意，尤其是那道樱花虾炒高丽菜和万峦猪脚，赞不绝口。文雄，这猪脚哪里买的？味道很正。呵呵，科长喜欢就好，是淑芬特意去市场挑的，他知道哪家最地道。陈文雄顺势把功劳揽过来，仿佛是他亲自指导采购的一般。陈太太真是细心。王科长又看了淑芬一眼，那眼神让淑芬很不舒服，像是评估一件物品的实用性。应该的，科长难得来。淑芬低声应道，小腹又是一阵绞痛，她悄悄用手按住，额头上刚擦干的汗又冒了出来。她面前只盛了小半碗白饭，就着一点眼前的 A 菜，食不知味地吞咽着那些她花了整个上午心血烹制的鱼虾肉，她一口也吃不下，甚至闻到味道就觉得恶心。陈文雄完全沉浸在与上司拉近关系的氛围里，一杯接一杯的敬酒，脸红脖子粗，话也越来越密。他没有看淑芬一眼，没问他要不要吃点东西，没注意到他惨白的脸色和几乎没动过的饭碗。这顿饭吃了将近2小时，桌面杯盘狼藉，骨头虾壳堆成了小山，空气中弥漫着酒气和剩菜的油腻味道。王科长终于心满意足地擦了擦嘴，起身道别。陈文雄殷勤地送到门口，又是一番客套。大门关上，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，只剩下残羹冷炙和瘫在沙发上打着酒嗝的丈夫。淑芬看着那一桌狼藉，感觉浑身最后一点力气也被抽干了。她只想立刻躺回床上，让热水袋温暖那冰冷疼痛的小腹。淑芬，陈文雄闭着眼含糊地开口，把桌子收一收碗，洗一洗，看着乱糟糟的，心情都不好了。淑芬扶着椅背站起来，声音虚弱的几乎听不见。文雄，我好累，肚子也痛得受不了碗筷，能不能放一下，我晚点再洗，或者你帮我收一下桌子好不好？陈文雄猛地睁开眼，酒精让他的眼神浑浊而暴躁。累什么累，不就是做顿饭？碗放久了，油垢都粘住了，更难洗。快点啦，不要拖拖拉拉。淑芬看着他那张因为酒意而松弛、写满不耐烦的脸，30年来积累的委屈和此刻身体的剧痛混在一起，堵在胸口，让他呼吸困难。他没再说话，默默地开始收拾。油腻的盘子滑不溜手，沉甸甸的吃剩的鱼骨虾壳散发出腥气，打翻的酱油在桌布上染开深色的污渍。他一趟一趟把脏碗盘搬进厨房水槽，堆积起来像一座小山。冰冷的水冲在手上，稍微缓解了一点燥热，却也带走了最后一点体温。他冷得打了个哆嗦。就在他拧干抹布准备擦拭油腻的桌面时，陈文雄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响了。他接起来，语气是罕见的恭敬和亲热。喂，阿姆啊，吃饭了没？哦，药酒喝完了哦，好好好，我知道，您别急，淑芬在家啊，我让她等会儿就去买。对，就盐区那家老字号保安堂。知道，您只喝他们家的，放心啦，今天就给您送去。好，您早点休息哦。挂了电话，他冲着餐厅这边喊道：淑芬，我阿姆的药酒喝完了，你收拾完赶紧去保安堂买一瓶，他晚上睡觉前要喝的。
淑芬擦桌子的手僵住了。保安堂在盐区，从他们住的前镇区这边过去，搭公车要转车，来回至少2个多小时。外面午后的太阳正毒辣，天气预报说晚点可能有雷阵雨，而他现在站着都需要扶着东西，双腿发软，小腹的疼痛像有把钝刀在里面慢慢割。她转过身看着沙发上的丈夫，用尽力气说：文雄，一定要今天吗？我真的很不舒服，路又远，明天一早我去买，第一时间给妈送过去，行不行？陈文雄坐直身体，脸色沉了下来。我阿母说了，今天晚上就要喝，她年纪大了，睡眠不好，就靠这药酒助眠。让你去买个东西，怎么这么啰嗦？打车去啊，又没让你走路。第二个无理要求，如此理直气壮地抛了过来。为了他母亲一个今晚就要的念头，他可以像个小跑腿被随意指使，无视距离、天气和他濒临崩溃的身体状况。他的时间，他的感受，在他绝对的孝道面前轻如尘埃。淑芬看着他那张理所当然的脸，30年来无数相似的场景瞬间涌上心头。他发烧到39度，他母亲打电话来说电视遥控器坏了，他催他立刻去修理。儿子小时候半夜急诊，他因为明天要早起开会，让他一个人去。他母亲住院半个月，是他姊妹们轮流看护，主要是坐着聊天吃水果，而他是那个每天送饭、擦身、处理排泄物的人。最后得到一句轻飘飘的辛苦你了，我不去。这3个字清晰平静，甚至没有提高音调，却像一颗炸弹投进了这间充满剩菜酒气的客厅。陈文雄愣住了，似乎没听清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去。淑芬放下抹布，双手撑在油腻的桌沿，支撑住发软的身体。我今天生理期，痛得快要死掉，做了整整1上午的饭，现在连站都站不稳。你妈妈的药酒不是救命的药，明天买不会怎么样，你要尽孝，你自己去买。陈文雄腾地站起来，因为酒精和愤怒，身体晃了一下。他几步冲到淑芬面前，手指几乎戳到她的鼻子。林淑芬，你反了是不是？我让你去给我阿母买点东西，你敢跟我说不去？你怎么当人家媳妇的？我阿母把我养这么大，现在喝点药酒你都不情愿，你有没有良心？又是这一套，用孝道的大山压下来，他就该粉身碎骨，毫无怨言。孝顺你阿母是你这个做儿子的责任，不是我这个媳妇的义务。淑芬的声音开始发抖，不是害怕，而是极致的疲惫和冰冷。这些年我怎么对你阿母的？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。我生病的时候，他给我倒过一杯水吗？我累得直不起腰的时候，他心疼过我一句吗？现在你凭什么要求一个痛得快死掉的人，顶着大太阳跑半个高雄，去满足他一个今晚就要的念头？这些话像积压了太久的火山岩浆，终于喷发出来，灼热而刺痛。陈文雄被噎得满脸通红，羞恼交加。你简直不可理喻。我娶你回来是干什么的？不就是照顾家里、伺候公婆的吗？你看看别人家的太太，哪个像你这么交情？一点点不舒服就拿出来讲。别人家的太太，淑芬气得笑了起来，眼泪却不受控制地冲进眼眶。是别人家的太太生理痛，丈夫会煮黑糖姜茶，会帮忙做家事，会心疼。你呢？陈文雄，这30年来，我生理期的时候，你做过什么？你只会嫌我脸色差，嫌我动作慢，嫌我不能碰冷水，还要洗你的臭袜子。我在你眼里就是个不用付钱的台佣。你闭嘴！陈文雄怒吼，扬起手。就在这时，大门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。他们25岁的儿子陈俊杰下班回来了，他一开门就感受到屋内剑拔弩张的气氛，愣了一下。爸妈，你们在吵什么？陈文雄像找到了盟友，立刻转向儿子控诉道：
俊杰，你看看你妈，我让你妈去给你阿嬷买药酒，她居然说不去，还跟我大吵大闹，说我们陈家把她当佣人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媳妇？陈俊杰皱了皱眉，看向淑芬，语气里带着年轻人特有的不耐和理所当然。妈，阿嬷要的东西你就去买一下嘛，爸也是孝顺，你体谅一下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不是什么大事。儿子轻飘飘的5个字，像最后一根稻草，彻底压垮了淑芬心中那根名为家庭的脆弱支柱。他看着儿子，这个他怀胎10月熬夜喂奶，省吃俭用供他上学，在他生病时整夜不敢合眼守着的儿子。他的眉眼像极了陈文雄，连那份对母亲付出的漠视和理所当然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在这个他经营了半辈子的家里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孤岛，他的痛苦，他的忍耐，他的血汗，没有人在乎，他们父子才是一个阵营心，彻底冷了。冷到麻木，冷到感觉不到疼痛。他没有再看儿子失望中带着责备的眼神，也没有再看陈文雄暴怒扭曲的脸。他转过身，一步一步挪回卧室，反锁了门，背靠着冰冷的门板，身体缓缓滑落，最终坐在地板上。门外是陈文雄提高音量，试图向儿子证明自己绝对正确的喋喋不休，和儿子偶尔附和的模糊的劝解声。他把脸埋进膝盖，没有哭出声，只是肩膀无声的剧烈抖动。这扇门隔开的不是一间卧室，而是他卑微奉献的前半生和一片未知的冰冷的废墟。那一夜，陈文雄睡在客厅沙发，淑芬躺在床上，睁眼到天明，身体的疼痛渐渐被一种更深更钝的绝望取代。30年的光阴像一卷劣质的录影带，快进着重播辞职回家时他的承诺，儿子夜哭时独自抱着哄的深夜，婆婆挑剔刻薄的话语，他永远缺席的家庭责任，自己日渐粗糙的双手和枯萎的眼神。他为这个家掏空了自己，换来了什么？一副千疮百孔的身体，一个视他如无物的丈夫，一个觉得母亲付出理所当然的儿子。天快亮时，手机在黑暗中震动，是住在台南的姐姐林淑慧发来的消息：老妹50岁生日快乐，有没有好好庆祝？俊杰和他爸有没有表示啊？笑脸看着姐姐的头像，淑芬的眼泪终于决堤。她拨通了姐姐的视频电话，屏幕亮起，姐姐关切的脸出现。淑芬，怎么这么早？你眼睛怎么这么肿？脸色这么差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看到唯一的亲人，淑芬所有的防线崩溃了。她断断续续，语无伦次，把生日这天发生的一切，把30年的委屈像倒垃圾一样全部倾倒出来。淑慧在屏幕那头，脸色越来越沉，嘴唇紧紧抿着。等淑芬说完，她已经气得眼睛发红。这个王八蛋陈文雄，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还有俊杰，怎么可以这样对自己妈妈？黎淑芬，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，跟他离婚。离婚？淑芬喃喃重复，这个词陌生又沉重。姐，我50岁了，没有工作，没有钱，离了婚，我能去哪里？我能做什么？来台南跟我住。淑慧斩钉截铁，我的房子就是你的房子，你忘了你以前多厉害了吗？你读的是实践家专的服装设计科啊，当年你做的衣服，多少同学羡慕，就算这么多年没碰，底子还在，离开那个吃人的家，你才能活过来。姐姐的话像黑暗中滑亮的一根火柴，微弱的火苗却瞬间照亮了尘封的记忆。是的，她曾经也有梦想，有灵巧的手，有对色彩和布料的热爱。那些画笔、画稿、缝纫机欢快的声音，是什么时候被柴米油盐和丈夫的冷漠彻底淹没了呢？挂了电话，淑芬挣扎着下床，从衣柜最顶层拖出一个蒙尘的旧行李箱。
打开，里面整整齐齐叠放着的不是旧衣服，而是厚厚的已经有些发黄的素描本，一些布料样本，还有几张她年轻时穿着自己做的连衣裙的照片。照片里的女孩眼神明亮，笑容羞涩，却充满自信。她轻轻抚过那些线条流畅的设计图，一股久违的微弱的热流从冰冷的心底某个角落慢慢滋生。中午，陈文雄下班回来，出乎意料，他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的蛋糕盒，脸上挤出一丝尴尬的笑。淑芬，他放下蛋糕，语气是刻意放软的。昨天是我喝多了，话讲得重了点。你也知道我压力大，这个给你补过生日。淑芬坐在客厅，手里翻着旧设计图，没有抬头，也没有回应。陈文雄见她不理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锦盒，打开，里面是一条细细的黄金项链，吊坠是个小福袋。这个生日礼物喜欢吗？我特地挑的。如果是以往这点廉价的施舍和敷衍的道歉，或许能让他自我安慰，他还是在乎这个家的，然后继续忍气吞声。但现在看着那黄真真的毫无美感可言的金饰，他只觉得无比讽刺。一条项链，一个蛋糕，就想买断他30年的劳役和昨日的身心凌迟。不必了。淑芬终于开口，声音干涩，你的钱留着自己用，或者给你阿姆多买几瓶药酒吧。陈文雄的笑容僵在脸上，语气变得生硬。林淑芬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还想闹到什么时候？适可而止。我不想怎样。淑芬合上素描本，平静地看着他。我只是累了，陈文雄，我累得再也走不动了。他的平静彻底激怒了他，也或许是让他感到一种失控的恐慌。他猛地走过来，试图抓住淑芬的手臂，语气带上了某种令人作呕的暧昧。好了啦，老夫老妻，床头吵床尾哈，昨天是我不对，今晚我好好补偿你。他的手带着烟味和汗味，触碰到他皮肤的瞬间，淑芬像被毒蛇舔过，猛地甩开，厉声道：别碰我。陈文雄眼底最后一点伪装的耐心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被忤逆的暴怒和一种浑浊的欲望。他一把抓住淑芬的肩膀，将她重重按在沙发上，整个身体压了上去，混合着烟酒气的呼吸喷在她脸上。林淑芬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好好跟你讲，你不听，非要我这样，是不是？淑芬拼命挣扎，但男女力量悬殊，她的反抗如同原几夫汗数。小腹的疼痛再次被激烈的动作引发，他感觉眼前发黑。陈文雄，你放开我，我还在生理期。他用尽全身力气喊出来，以为这至少是人类该有的底线。然而这句话却像火上浇油。陈文雄不仅没停，动作反而更加粗暴，一只手开始撕扯他的衣服，嘴里喷着令人作呕的酒气。生理期又怎样？都老夫妻了，有什么关系？流点血而已，又不会死。流点血而已，又不会死。这9个字，像9把烧红的铁签，狠狠捅进淑芬的心脏，然后残忍地搅动。最后一丝幻想，最后一点对这个男人，对这场婚姻的微弱期待，在这一刻灰飞烟灭。他不是她的丈夫，他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畜生。他的身体，他的尊严，他的痛苦，在他眼里只是可供随意使用的物件，连最低等的怜悯都不配得到。巨大的恶心和绝望转化为一股毁灭性的力量。淑芬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屈起膝盖，用尽生平最大的力量，狠狠撞向他的胯下。啊！陈文雄惨嚎一声，痛苦地蜷缩起来。淑芬趁机挣脱，踉跄着退开，被撞上了电视柜。
柜子上方摆放着陈文雄最珍视的一套日本进口的威士忌酒杯，那是他某个生殖纪念日咬牙买下的收藏，平时从不允许任何人碰。陈文雄缓过剧痛，双眼赤红，嘶吼着再次扑来：“你敢踢我，我打死你！”求生的本能让淑芬不顾一切，他伸手抓住电视柜上那瓶还没开封的当作摆饰的威士忌酒瓶，朝着扑来的陈文雄狠狠砸了过去。目标不是他的头，而是他身旁的墙壁。砰！哗啦！昂贵的酒瓶在墙上炸开，琥珀色的酒液和玻璃碎片四溅。几乎同时，那套精致的威士忌酒杯也被波及，从柜子上震落，摔在地上，发出清脆而连绵的碎裂声。陈文雄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声响和碎片吓得刹住脚步，呆住了。他看着满地闪光的玻璃渣和流淌的酒液，看着自己珍藏的象征着品味和地位的宝贝变成一堆垃圾，脸上的表情从暴怒转为极度的震惊和心痛。淑芬喘着粗气，手里紧紧攥着残存的瓶颈，玻璃边缘割破了他的手掌，鲜血混着酒液滴下。他死死盯着陈文雄，眼神像冰原上冰死的母狼，滚出去，不然下次砸的就是你的头。也许是他眼中从未有过的疯狂和决绝吓到了他，也许是他心爱收藏的毁灭抽干了他的力气。陈文雄站在原地，胸口剧烈起伏，看着一地狼藉，又看看状若疯魔的淑芬，嘴唇多说着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转身脚步有些虚浮地走出了家门。大门被重重摔上，淑芬脱力般滑坐在地，坐在冰冷的酒液和玻璃碎片中。手掌的刺痛传来，她低头看着蜿蜒流下的鲜血，却奇异地感觉不到疼痛，只有一片空洞的劫后余生的平静。他终于把那个名为婚姻的华丽囚笼，连同里面一切虚伪的摆设砸了个粉碎。几分钟后，他挣扎着站起来，找出医药箱，简单包扎了手上的伤口。然后他开始冷静地打扫，扫起玻璃碎片，用拖把吸干酒渍，动作机械却异常平稳。做完这一切，他洗了个澡，换了干净的衣服，然后他坐在客厅，拨通了姐姐淑慧的电话：“姐，帮我找律师，我要离婚。”好。淑慧的声音没有丝毫犹豫：“我认识一个台南很有名的女律师，专打这种官司，我马上联系她，你今天就过来。”什么东西都不要了，人过来就好。不，淑芬看着这个她打理了20年的家，每一个角落都有她辛勤擦拭的痕迹，如今却只让她感到窒息。有些东西我要拿走，她只收拾了一个小行李箱必要的证件，几件换洗衣服，还有那个装着所有设计图和梦想的旧行李箱。临走前，她给陈文雄发了一条简讯：“我搬出去住，离婚的事我的律师会联系你。”然后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。高雄到台南不过1个多小时的车程，姐姐在车站接他，紧紧地拥抱他，什么也没问，只是说回家。姐姐的家不大，但整洁温馨，客房早就收拾好了，窗明几净。安顿下来的第2天，淑慧坚持带他去台南一家信誉很好的妇科诊所做详细检查。检查结果比淑芬想象的更糟，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、卵巢囊肿、盆腔广泛粘连，还有长期压力导致的严重贫血和自律神经失调。陈太太，女医生推了推眼镜，语气严肃：“你的情况需要尽快安排手术，术后还要长期调理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必须彻底离开让你长期处于压力和劳累的环境，否则治疗的效果会大打折扣。”淑芬捏着厚厚的诊断书和手术同意书，对医生说：“医生，请叫我林小姐，我很快就不是陈太太了。”
医生微微一愣，随即理解地点点头。林小姐，你的决定对你的健康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第一步。手术安排在2周后。淑慧忙前忙后垫付了费用。淑芬躺在病床上，看着白色的天花板，心里没有恐惧。最痛的她已经经历过了。术后恢复期间，律师李佩珍来医院看她。李律师干练犀利，仔细听了淑芬的陈述，看了她的诊断证明和当时手上伤口的照片，淑芬下意识拍下的，以及那些能证明她长期承担主要家务和赡养婆婆的零星证据，一些老邻居愿意作证。林小姐，你先生长期的精神压迫和言语贬低构成家庭冷暴力。生日当天的事件，尤其是最后那段，即使缺乏直接证据，但在法庭上描述出来，结合你的伤势和诊断，足以让法官对他的品行产生严重质疑。这对于争取财产分割优势和精神损害赔偿非常有利。李律师分析到，目前的关键是你要坚定离婚的意愿，并且保护好自己，不要再与他有任何单独接触。淑芬点点头，她比任何时候都坚定。与此同时，在姐姐的鼓励下，身体稍好一些的淑芬重新拿起了笔，她买来便宜的素描本和画笔，开始涂鸦。最初的手是生疏的，线条笨拙，但他没有停。他看时尚杂志，上网浏览最新的服装资讯，关注一些本土设计师的账号。他发现30年过去，世界变了，但人们对美和个性的追求没变，甚至更强烈。他那些融合了中式元素和简约剪裁的旧设计，似乎并没有过时，反而有一种复古的韵味。姐姐帮他注册了一个社交账号，名字就叫50。实笔，他战战兢兢地上传了第一张草图，一件改良式的旗袍上衣，搭配现代感的宽腿裤。配文停笔30年，第一张草图。手很抖，心也是，反响出乎意料的温暖，有几个点赞，几条留言。好看耶，有一种沉稳的气质，加油哦，期待看到成品。50岁重新开始，好勇敢。微小的善意汇成细流，滋润着他干涸龟裂的心田。就在他住院期间，陈文雄不知怎么找到了医院。他捧着一束俗气的花，提着一袋水果，在病房门口被淑慧拦住。陈文雄，你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。淑慧压低声音，但语气凌厉。陈文雄看起来有些憔悴，试图往里看。大姐，我来看淑芬，她怎么样？我来接她回家。回家？回哪个家？淑慧冷笑，回那个把她当免费用人、当出气筒的家。陈文雄，我告诉你，淑芬这一次是铁了心要离婚。你识相点，就好好配合律师，该分的分清楚，别再来骚扰她。离婚？她50岁了，离什么婚？陈文雄提高了声音，引来护士侧目。离开我，他怎么活？大姐，你不要挑拨我们夫妻感情，让我见淑芬，我跟她说。你闭嘴。淑芬的声音从病房里传来，平静而清晰。陈文雄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律师函你应该收到了，有什么话跟我的律师谈。现在请你离开，不要打扰我休息。陈文雄僵在门口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。他最终把花和水果扔在门口的垃圾桶，悻悻离去。后来他又试图通过儿子陈俊杰来说情。俊杰来台南看过淑芬一次，神情复杂。他没有再劝和，只是沉默地坐了一会儿，问妈，你身体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淑芬给他削苹果，离开那个环境，药都显得有效多了。俊杰接过苹果，低着头良久才说，爸，他把家里那套酒杯的碎片都收在一个盒子里，有时候会对着盒子发呆。妈，那天真的那么严重吗？淑芬放下水果刀，看着儿子。俊杰，
妈妈问你，如果将来你结婚了，你的太太在生理期痛得脸色发白、冷汗直流的时候，你会让她给你和你的朋友做一大桌菜吗？会在她累得站不稳的时候，命令她立刻去给你母亲买不是急需的东西吗？会在她明确拒绝、痛苦不堪的时候，还想强行和她发生关系，并且说流点血而已，又不会死这种话吗？陈俊杰的脸慢慢涨红，眼中流露出震惊和后知后觉的羞愧。他从未从母亲的角度如此具体的去想象过那天的情景。他语塞，你不会，对不对？淑芬轻轻说，因为你知道那是错的，那是伤害。可你爸爸做了，而且做了30年类似的事，只是程度不同。俊杰妈妈，不是因为你爸爸那一天的行为才要离开，是因为这30年来，每一天我都在被凌迟。那一天，只是刀子终于捅穿了我的心脏，让我再也活不下去了。陈俊杰的眼泪掉了下来。妈，对不起，我以前从来没想过，现在开始想也不晚。淑芬摸了摸儿子的头，妈妈只是希望你知道，妈妈不是任性，不是不顾家，妈妈是快要死了，才不得不逃出来求生。那次之后，俊杰再没有替父亲说过话，他的态度转变似乎也让陈文雄最后的指望落空。离婚协议的过程是拉锯战，陈文雄起初坚决不同意，或者要求淑芬净身出户，李律师强势地推进法律程序，准备提起诉讼。当陈文雄得知诉讼过程中可能涉及对他不当行为的调查和质询，甚至可能影响他在公司的风评时，他退缩了。他极度好面子，无法承受社会性死亡的风险。最终双方达成协议，高雄的房子归陈文雄，他一次性补偿淑芬一笔相当于市价1半的现金。存款平分，淑芬获得一部分她的退休金分割。另外，基于对淑芬身心健康造成损害的过错，陈文雄还需支付一笔额外的补偿金。签字那天，淑芬很平静，陈文雄看起来苍老了些，签字时手有些抖。他最后看了淑芬一眼，眼神复杂，但淑芬已不再想去解读。走出律师事务所，台南的阳光温暖明媚，淑芬深吸一口气，空气中是自由的滋味。术后半年，淑芬身体恢复得不错，她持续着10笔账号的更新，粉丝慢慢涨到了几万人。她开始尝试将设计做成实物，姐姐帮她联系熟悉的布料行和手艺好的老师傅。第一件成品做出来时，就是那件改良旗袍上衣配宽腿裤，她穿上站在姐姐家的全身镜前，镜中的女人依然有岁月的痕迹，但眼神清澈坚定，腰背挺直，长期郁结的眉宇舒展开来。衣服合身的剪裁衬托出她恢复中的清瘦却不再佝偻的身形，有一种历经风霜后沉淀下的安然与力量。姐姐惊喜地拍照上传，询问定制的人更多了。淑芬开始小心翼翼地接一些小型定制单，收入微薄，但每一分钱都承载着她的热爱、尊严和心声。1年后的秋天，在姐姐和几位老客户的支持下，淑芬在台南一条安静的老街巷里租下了一间小小的工作室。屋子旧旧的，但有个洒满阳光的天井。她把它刷白，摆上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桌椅和裁缝人台，墙上挂满她的画稿和收集的布料样本。10笔工作室正式挂牌。生日那天，姐姐俊杰她特地从高雄赶来，还有2位在网络上结识，后来成为好友的同样热爱设计的女性，在小工作室里为淑芬庆祝51岁生日。没有大鱼大肉，只有姐姐做的家常菜和淑芬自己设计制作的小礼物。天井里花草茂盛，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，大家说说笑笑，温暖惬意。淑芬低头切着蛋糕，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是一条陌生信息：淑芬生日快乐，听说你工作室开了，很好，保重。文雄。他看了一眼，没有回复，也没有删除，就像拂去衣袖上一粒无关紧要的灰尘。
他抬起头，接过儿子递来的蛋糕，对围坐在身边的爱他的人们露出真切而松弛的笑容。50岁那年，他亲手砸碎了一个华丽而痛苦的囚笼。51岁这年，他在废墟之上为自己建起了一个虽然不大，却充满阳光、花草和创作气息的花园。他终于明白，一个真正心疼你的男人，绝不会在你最脆弱痛苦的时候，理直气壮地索取、忽视和践踏。而一个女人最好的时光，从来与年龄无关，是从她学会心疼自己，决心为自己勇敢活一次的那一刻，才真正开始。林淑芬的故事从50岁才刚刚启程。